3年，我被邪祟控制3年了，不能输，只能任凭你令我的身体做尽荒唐事。机器里上，我被迫对永安侯世子少牧一见倾心，被迫撕下家书，和了和李玄的婚约，被迫把母亲气到重病卧床，被家族除名，再被迫从将军府贵女变成争风吃醋的侯府贱妾。这邪祟霸占我的身体，一心只求少牧的情谊，为此不惜发疯反颠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答应过我，除了正室以外，你只能有我一个人的。你现在纳了心妾，还让她怀孕了，说好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的，我们说好的。造就我的身体，我宁愿死。到底要操控我，到什么时候？阿木，把他给我休了。不可，他毕竟怀了侯府的子嗣。负心汉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！林若初，你居然敢伤我！谢礼！完了，这下好感度要掉没了。主君脸上破相，可是大忌，他们不会打死我吧？阿念我可挨不住板子。系统，我要把积分都换了，去空间里躲3天。垃圾恋爱系统，阿念我都穿越3年了，还没攻略完少牧，还怎么回家？无法操控宿主3日。这是邪祟第一次主动离开，机不可失。我3年了，这副身体快传医官，林姨娘自尽了！这个不知礼义廉耻的疯女，她又在闹什么？她伤了世子的脸，40几张下去，不死也残了。他说要去空间躲3天，必须在此之前想到解决之法。姨娘，你好端端的为何闹成这样啊？咱们去求求世子爷，说不定能饶咱们一命。没有人能救我，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罪妾林氏，罪责有3：罔顾纲常，不敬主母，魅惑世子，还请夫人责罚。罪妾自请去莲华山白云观为侯府祈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以退为进，这个狐狸精当真是好手段。木儿，他既然认罚，我不能服了他的意。我不去，我不出家，你快放我出来！啊，好痛啊！世子爷，您的恩宠，罪妾受不起，放我去赎罪吧。你爱去便去吧。来人，送他走。锦月，此去归期未定，你还是留在府中自谋前程吧。奴婢愿随姨娘去白云观伺候。好，那你别后悔。阿念不去，
不去，这身体是我的。莫斯，也绝不让你把这身体夺走。我乃永安侯府送来白冰峰修行的女眷，想求见妙恒真人。师父1年前外出云游了，但他临行前说，或许施主会上山来寻他，让我将此物赠与施主。这难道是能压制住女鬼的法宝？除了手串，师父还留了一句话给你：人若不为形所累，眼前便是大罗天。狮子爷，你怎么来道观了？夜半无人，你鬼鬼祟祟干嘛了？夜深路重，妾身冷得实在睡不着，于是遍寻坤道，想讨些炭火，没想到竟迷了路。你这是为了我自赏的，只不过是与我置气而已，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呢？我呸！真是自作多情。还疼吗？奔波一日，妾身乏了。你在赶我走？阿若，你还是在气我。正室无子，妾室的子嗣只能由张静婉来抚养，我不愿你受母子分离之苦，所以这第一胎就由孙姨娘来生育吧。系统，你看，阿木果然是爱我的，他竟为我考虑的如此周到。阿若，我才是你的阿若。系统，为什么他还醒着？你是不是出 bug 了？快把控制权给我！小心，这身体死也不会带上。我为什么控制不了这副身体？阿若，你怎么了？夜深路重，世子爷请回吧。我看你是被宠得不识好歹了。既如此，那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。这珠子果真能压制他。好，别慢慢等，什么系统，什么阿娘，看最终鹿死谁手。幸亏庆功没退步。系统，你快想想办法让我出去啊！好感度不够，阿念我这辈子都攻略不了男主，还怎么回家？阿念不知我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听他的意思，只有赢得少牧的喜欢，才能投胎。3年前，我突然像疯了似的打探少牧的行踪，非要做妾。当时家人都拼了命的阻止我，只有一个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小姐，唐渊，我被女鬼附身了，这一切都并非我所愿，快带我去找爹娘，千万不能让我酿成大祸。我知道那个人不是小姐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将军和夫人。走。站住！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表小姐，小姐被邪祟附身了。大胆刁奴，竟敢以鬼神之说祸乱主上！来人，将这刁奴拖下去处置了。表姐，陶渊没说谎，真的有鬼。蠢货，你是怎么回事？如若让这贱人找到姑父姑母，你可就要被高僧超度，魂飞魄散啊！你早就知道，他不是我。表姐双亲亡故，母亲联系他接她入府，结果他却鸠占鹊巢，过上我的人生。这么多年，多亏有你的陪伴，我才舒心呐。伺候母亲是女儿的本分啊。女儿，我呸！江离心的一句话，便换回了阿念。他靠的是鬼神之力，还是阿念口中的系统？这江灵溪
3年前你把桃渊送去哪了？表小姐早有吩咐，不能惊动了其他主子，后便将她卖给葛爵屠户当媳妇儿。江云心这个毒妇，当年所有人都当我是疯了，只有桃渊看清了真相。想找你，他就能找出这句话，没想到什么呢？只会打草惊蛇。桃渊受的苦，不就这么算了？星儿，你的贴身之物怎会在此？你俩，定是这刁奴喝醉了酒，才色胆包天的偷了小姐的肚兜。可是他喝的连路都走不稳，是怎么偷的？我与他绝无苟且之事，定是有人想毁我清白。姑姑，信我。星儿，你放心，姑姑定会还你个清白的。恶心！把我屋子里的衣服一件都不留，全烧成灰。人人都叹少慕情深，人人都惜张敬婉命苦，人人都想凌若楚不知廉耻，生性放荡，真是荒唐。成了妾室又如何？被糟蹋了3年又如何？我既寻回了自己的身体，往后的30年、60年都是属于我的。我要过回自己的人生。管家说的屠户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哪里？叫不叫我说？有人！这不是普通的马匪，是西域人。再这样下去，你娘会失血过多，流血身亡。你愿意信我吗？那啥，我信你。血止住了，但是还是得寻医官过来。好难受。你啥？让我见死不救，还不如死。只是好不容易拿回身体，还有那么多事没做，我不甘心。完了完了，他要死了，我也得死。洗头，用7分换救命药，10分就10分，换！这是什么？从哪儿来的？阿念是真的想救我，还是想夺我身子使的伎俩？给你娘吃。娘，你没事了。先把刀拔出来再吃，不然插着吃还是得死。奇怪，伤口竟不痛了。阿念既有这样的本事，为何甘愿困于后宅，做个供少牧耍玩的妾？你可知葛村？我外祖母就是葛村的。我乃天上仙人，此番机缘救下你，需要还愿。您尽管说。若打探到了，写个纸条，埋在白云观殿后的槐树下，我自会知晓。天快亮了，得快点赶回观里。是谁？
轩，当初他远赴边疆，是我一封书信毁了婚约，怎么还有脸哭？你曾说，路在脚下，无悔于心。此刻你的内心是否安好？你怎知我要去白云观？高门异事，世人皆知。为过去2年的荒唐，他定然尽知了。过往种种不是我的错，没什么好羞耻的。你的脾气还是没变。你呢？为什么来这？我来杀人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那群马匪都已经被你杀干净了。别出声，是君君府的人。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旧情人重逢，说不定能说出禁忌词，这样我就能夺回身体了。禁忌词定是跟夺舍有关。当年的事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说。2年前你为何？你说，你快告诉他呀！算了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不用告诉我。走。你的伤我要是真受伤了，现在还有这个力气说话吗？血一惹眼，换了这个。你换吧，我不肯。我不方便外出，可否帮我打听陶渊的下落？他因我之故，2年前被卖于葛村屠户。我还有军务在身，但是可能会路过那里，也许能顺手帮你救出陶渊。李轩，多想再回到那段从前，转身就能碰触你的脸。我总怀念那天，月光映照你的双眼。诸位大罗神仙，小女借神仙殿打掩护是真，修行参拜也是真。凡请不要与小女计较，小女定多供奉香火，千万保佑小女家人平安。还有，李轩。我欲嫁作他人妇，你我婚约再不作数，连说出。观中参拜的女子是何人？县主安，这是永安侯府的林姨娘，暂住观中修行，为侯府祈福。求天尊庇佑小女家中父母兄弟身体健康，万事顺遂，此生无虞。都到侯府当妾，怎的还心心念念牵挂娘家人？回县主的话，她就是2年前大闹侯府正房婚宴，与母家闹翻，被逐出族谱的林家妖女。难得成亲，遇见也是一种缘法。烦请师傅们带我赠台一壶清茶。你若想半夜参拜，一定要唤我。下次一定。哎，姨娘何时有的这身素衣？往日不都喜爱鲜艳些？哦，昨日路重湿了衣衫，依坤道借给我的。啊，离家匆忙，咱也没多带几件衣裳，我就给您再借几件。哎，这刀伤竟不见一丝伤疤，昨日难不成真是神仙赐药，方能起死回生？笨蛋土著，要不是我，你早死了。我的肚子好痛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！
下毒，砒霜毒发极快。什么？砒霜？看来我这条命要交代在这儿。系统，再换药，10几分，再换一个。快！看来暗恋不仅怕我死，还是个容易被骗的蠢鬼。姨娘，坤道说山下闹马匪呢，好像起了内讧，听说死了很多人，还让我们尽量不要出门。山下，多亏小姑娘办事麻利，不然出不去，想找桃源都难。姑娘所打听之人，被葛村屠户打断了手脚，用铁链拴在家中。畜生，让桃源过这样的日子。以人的心智，桃源也不至于如此。若因我之故，身边人受到伤害，我不介意一起下地狱。不是我干的，都是那个江宁心。南阳土著，你听我解释。垃圾系统，快让我跟土著对话。自首。叶璇，你去见过桃源了没有？他怎么样了？他当真被打断手脚，锁在后院吗？你有没有救他？被锁在后院的不是桃源，我亲自去了一趟，屠户亲口承认，桃源被买回来的当晚他就逃走了。现在被锁在后院的是他从城郊掳来的人。逃了？可知道逃去哪儿了？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我们还没找到桃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继续派人去找。我想亲自审审那屠户。我会把飞琼留下，你拿着这个鹰哨，短吹3下，飞琼就会来找我，届时便来寻你。李轩，谢谢你。如果你真想谢我，照顾好你自己。记住，你的刀剑要永远向着敌人。边关3年，皮肤糙，人也黑，竟比以前更好看了些。我被蛇咬了，这是竹叶青，被咬一口即刻毙命，我不能呼吸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出门遇马匪，喝茶被下毒，走路还要被蛇咬。啊，系统，换药！我辛辛苦苦刷好感度攒下来的积分啊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跟你和江宁心的战，我会慢慢算，多留几颗保命药，就当是战前储备。这场仗，无论打多久，我林如初都不会认输。你说王爷最近都歇在书房？是，除了从白云观回来那几日在孙姨娘那里歇着，后面都是睡在书房。没想到那贱人走了还能让王爷牵着心，就该让他俩日日吵，把情分吵没了，关系才能散。赶紧想个办法把那个贱人弄回来。到底是谁如此惦记姨娘，指明要您来反悔？
滞留此处的贵女们虽然鄙夷我妾室的身份，但不至于与我为难。唯有一人，张静婉的二妹张环清。那少家姨娘终于到，当自己金尊玉贵，还要师傅3请4请。听说这位仗着世子爷的宠爱，无法无天，从不给主母请安。不过纲常伦理，不知礼仪廉耻，咱可学不来这浪里白条的劲。姨娘这是何意？今日乃祈福法会，你延误吉时，是不把夫人小姐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京城的安宁放在心上？是个不知礼数的。今日长姐不在，我便替长姐训诫你。跪下！若出来迟，按罪当法，但道法自然。迟了的片刻，何尝不在大道运转之中？又何尝不是一种机缘？这个贱婢，我与你讲话，真敢不跪！林姨娘写的经文烧起来了，奏表上天，此乃降诏啊！林姨娘的话让我也顿悟几分。道法自然，心念所至便是吉时。大家继续参拜吧。姨娘，那经文真能上达天听？提前撒了些灵粉，但心意是真的。再怎么说，张家也是名门大户，怎么那个张环清却像个市井泼妇呀？她是外室生养，快及笄时才被带到侯府认亲，一门心思的想攀入高门大户，不过是被张家母女当枪使。这个贱！张宁心费尽心思将我嫁入侯府，就如同给我打造了一个牢笼。光是这后宅争斗，便能让我应接不暇。想要破局，必须想办法脱离侯府。林姨娘，此处发生命案，我这就去找墨统领。这次张环清要闹这么大。诸位夫人，末将要带侍卫查探案情，一会儿怕是会有恐怖之物出现，不如暂且回屋中等候。无妨，此处既然发生命案，我等也需得知真相。哎呀，不就死了个人吗？死在谁院里，谁就有问题，还不赶紧把这姓林的抓去送官！命案确实是在我屋外发生的，愿助莫统领办案，也好证自己清白。谁知道你又打了什么算盘？没准儿是想掩盖罪证。不可能！怎么会是张盘？阿潘！给自己杀的人哭死，这人总不能是张怀清的情夫吧？还请夫人为我做主。林若初，她身为长姐府中侍妾，不守妇道，不遵礼法，以我随行侍卫私通，又狠心将其杀害，企图藏匿尸体，掩盖罪行，还请诸位为我张家侯府做主，惩治这蛇蝎心肠的贱人！什么破事？脏了先人的地界！这么冷的天儿，莫统领将人绑下去便是。穆统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此人并非我所杀，张二小姐句句叛污，我一个字也不认。敢做不敢认的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说好了，只敢不动。若初自知曾做下许多荒唐事，被父兄逐出家门，让贵女圈蒙羞，早已没了名誉，还有名声。但是我做过的事情，天大的荒唐我会认，没做过的，就是一丁点污名，我绝不背负。你既知自己行事龌龊，品行卑劣，就该去找一条白绫吊死。人证物证俱在，
你还敢抵赖？将军府夫人多好的人啊，却被他气得吐血，连自己母亲都不在意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？不知各位口中说的人证、物证是什么？尸体就是物证。人证，最近马匪猖獗，厢房外都有侍卫把守，定是你趁侍卫不注意偷情杀人。侍卫日日饮酒，醉了便轮流去睡觉，那喝空的酒罐都还在棚屋里，算什么人证？不必这么麻烦，这院子就有你林若初杀人的铁证。诸位请看，有进无出，并不被这毒妇在屋中杀害。张二小姐聪慧，这脚印恰恰能证我清白。哦，细细说来，烦请墨统领沿着这个路径走上几步。这部署的间距怎么比那一排大了一半有余？莫不是男子夹着腿走路，或者是被绑着双腿？请几位小姐在边上走几步便知。身高不同，腿的长短不同，所以这经过的人是和侍郎小姐差不多高的人。那岂不是同等身高的人都有嫌疑？说不定就是你干的，自说自话，伪装受害者。那这线索莫不是又断了？县主莫急，证据就在尸体上，身体已出现尸斑，并且早已僵硬，许是死了有一些时日。死了一段时间，那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一具尸体，为何会突然伸出一只手？定是这手中有直指真凶的证据，才让真凶不惜冒于法，才好嫁祸于我。这香囊便是证据。沐春，此事就是你做的。二小姐，我早就劝过你，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得。事已至此，奴婢再不能保全您了。行了，把人带下去，慢慢审。我真是冤枉的，你们为什么没有人信我？我信你信我？为什？女子名节大过天，你我虽有私怨，但私仇可私报，公事应当只讲公道。林姨娘有礼有节，不妨帮我军巡抚破了此案。2点可证：其一，时间，皆知香囊如此私物，若奉主命发现当天就应该2日后来，是因为丫鬟晚班隔天一换，她没有时间。其二，动机，若嫁祸于当场人赃并获，便足以钉死。他不死，尚可攀危；死，反而死无对证。确实。前些日子，我和锦玉进店打扫，便听见有些奇怪的声音。我推测是2人偏殿私会，只穿礼衣的张潘担心被发现，于是冒雨躲进我院中。他让沐春稍后送衣服过来，只是没想到急火攻心的他又淋了雨，引发热情。待沐春拿着衣服赶到时，人已然猝死。沐春发现之后，便穿着他的鞋子，伪造脚印，降罪。仙人脚下行此龌龊，报应！真的是你，沐春，你明知道阿潘的身份，你怎么忍心啊？沐春。当年还以为我那个蠢弟弟是被草包美色所迷，如今看来倒是有趣。县主谬赞，若出惶恐，期待你能给这京都城添更多的乐子。林姨娘博学广识，令人敬佩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自证清白只是林姨娘洗清荒唐的第一步，你真正所求的是重塑名声，对吧？那也得多谢
莫统领给机会。告辞。人若行路，必留痕迹。不管是蜿蜒笔直，还是平坦陡峭，皆是我脚下的路。姨娘，您瞧见了吗？他们见您的眼神全都变了。他们记得的只是侯府的林姨娘，我得让他们想起来将军府的林若初。这又有何不同？当我想挣脱枷锁的时候，也许他们不再是阻力，而是助力。县主当真喜爱你，这才隔了一晌午就前来邀约。姑娘，县主正在小憩，请姨娘先吃些东西。县主醒了便来，请玉姑娘也随我去吃饭吧。有劳揽月姑娘，请。这又是烧鸡，又是猪蹄，跟白云观的青菜米粥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他怎知我饿了？谁？雨璇，力气大了不少，看来确实是吃饱了。这桌饭菜是你安排的吧？秀色可餐，原谅你。哎，你一个有妇之妇，你调戏谁呢？我军务繁忙，你又不来找我，所以我只好把人给你带来了。我把屠户带来了。李景英不知道我的事，揽月也是我的人，做你想做的吧。线索断了，这屠户不敢报官，翻遍全村没找到人，便离开了。打个人怎么还把自己弄伤了？拿着。多谢。算了。屠户之所以没有找到陶渊，是因为陶渊被邻村的寡妇给救下了。你找到他了？2年前，陶渊从屠户那儿逃出来，就躲到了寡妇那，在那休养了3个月，好了，便离开了。那寡妇可有说陶渊的去向？寡妇不肯多说，怕我们加害于陶渊。若要问出来，估计还得有些时日。逼问只会适得其反，他是陶渊的恩人，真诚才能换来真话。你替我照看好他，过些时日，我寻个机会再去见他。那个被锁在屠户家里的女子如何了？很不好，她的手脚筋被粗暴的挑断，伤口也溃烂入骨，现在只能在医馆里等死了。这个药你拿着，你给那女子吃一半，若见好转，剩下的你留着。这颗你也拿着，若是遇到危险生命的事情，立刻吃下，能保命。这个药丸怎么那么眼熟啊？这不是我的救命药吗？好你个土猪，竟敢骗我！这药若是能够保住性命，你自己留着，你粗心大意的。来，这是我当年给你的书信，你怎会随身带在身上？谁随身带着了？我这衣服许多年没穿，兴许放那里头给忘了。那封家书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你快说啊！你快把一切都说清楚啊！药你拿着，我不想你受伤。这一切
又算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我不需要你的愧疚。等陶渊的事情一结束，我们前尘往事一笔勾销。纯洁烟花亮。林姨娘，永安侯府来人了，在偏房等您。有了。姨娘架子不小啊，老奴奉少夫人之命来接您回府，竟然迟迟见不到人。阿木为何不亲自来？明明好感都没变啊！他不会不爱我了吧？揽月姑娘莫要见怪，王嬷嬷直言直语过了，并没有在怪县主留我太久的意思。什么？县主？你……哎呦，姑娘，莫要听这贱妾胡话，老奴没有那个意思啊！嬷嬷好大的威风啊，什么阿杂话也敢说。县主与姨娘的事情，还要解释给你个奴才听不成？哎呦，不！哎呦，姑娘切勿动怒呀！是老奴不知礼数，老奴自行张嘴。老奴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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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姨娘，您请自便。揽月回去向县主复命了。哎呦，姨娘好能耐啊！哎呦，你不会以为你做的那些丑事儿能够瞒得住吧？你这种荡妇，在外多留一刻，都是侯府的耻辱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回侯府，等候发落。是。哎呦，肯定是张今晚那个贱人搞的鬼。等我回去，定要跟阿木告状。看来张静婉以为栽赃一事成了，想兴师问罪，趁着有菩提护身，正好回去断了女鬼回府的后路。要回也是按我的方法。男子的筹码有千万，家世才学，军功贵戚，女子却只能靠夫家。清白二字是女子立于世间的唯一筹码，可林姨娘如今也算是一无所有。林姨娘跟个炮仗似的，万一她闹着找世子爷喊冤呢？世子最看重女子清白，饶了她，不等于扇自己巴掌吗？我不要她死，我只要她身败名裂。玉，撤！或许是我对你有亏欠，两颗灵魂早越飞越远。浩如将军府嫡女，沦为了侍妾，也只能走后院，连个媒婆都没有，当真是脸皮都不要。后府还敢如此说话？女子最重要的便是名声，闯进去，阿楚也不会回头。只要让他更同情，让他更不敢。到往后要如何活？晚风也太凄凉。带不走沧桑，把我久久困在无尽的沙下。妾给世子爷、少夫人请安。说说吧，你在白云观都做了什么好事？世子爷素来疼你，有委屈尽管说，定会宽宥你的。院子里养男人，他心里何曾有世子爷半分？按阿念的习性，此刻定会大吵大闹。既然张静婉想让我和少木闹崩，我便成全你。
阿木，我在白云观受苦受累你不问，居然还疑心我偷男人，这就是你说的爱我？放肆！竟敢在主母面前造次！今天我就要替少夫人好好教教你规矩。你，阿木，你就这样一直看着这个人欺负我，这就是你说的爱我、敬我吗？啊！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！错过了。滚下去，领20板子。啊，这滚！是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在白云观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是想问我，为什么院中有男人？为什么只穿里衣冻死？还是想问我，为什么被军巡抚审了一下午？放肆！你句句不离外男，你还有没有礼义廉耻？我若是懂礼义廉耻，就不会留在你府中给你当妾。你不签契书，不问父母，把我留在后院当妾室的时候，怎么不问我懂不懂礼义廉耻？你抛下父母，留在你院中当一个人人鄙夷的贱妾。你呢？说好了，永不纳新妾，永不和其他女人同房。你可信守过一句承诺？荒谬！本世子是何身份？这天下哪有男子为女子守节的？这天下也没有一个女子敢不明不白的就待在一个男子后院。我信了你的承诺，我才敢。可你呢？就是一个不守承诺的懦夫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后悔了？后悔？晚了。听着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想逃？阿木，是不是疯了？阿宁，我不离不就完了？我林若初不是你的妾，我为自己而生，为自己而死，我的生死只掌握在我自己手中。你以为我奈何不了你是吗？阿婉，明日去将军府办林姨娘的籍册去，你永生永世在我侯府为奴为妾，听见了吗？大周女子不可自立门户，现在回将军府，免不了要与江宁星对峙。你先找个地方，把安念的事情弄清。若初违背礼法，失礼至极，自请回琳琅阁禁足。父亲母亲定不会交出籍管，但难保江宁心不会从中作梗，必须想个对策。上天保佑，求一切都顺顺利利的。其实你一直都能听见我的声音吧？他想做什么？冷静点儿，千万不能回应。林若初，冷静。林若初，你听着，你已经逃出来了，你一定要赢。你要赢过少木，赢过女鬼，赢过江宁心，再没人能控制你。就算天意要压垮你，你也要把天捅出个窟窿。小姐，快醒醒，不好了！小姐，不知怎的，刚送来的食盒里头还是温的，打开去，怎都是馊的？好你个少木，故意送这种东西过来恶心我。小姐，那我们还吃吗？不能吃，姑姐先忍耐一下，等到晚上，我想办法寻些吃的回来。
别费劲了，我这里有吃的。知道你不信我，我展示一下给你看不就好了？这阿念不仅能换灵药，连炭火吃食等凡物都信手拈来。他到底是鬼，还是犯了糊涂的仙人？这些还有你以后需要的一切，我都能给你，只要你帮我把少木的好感度刷到100。小姐太有本事了，一刻钟竟然找来这么多好吃的。快坐下吃吧。我真服了，少木这个狗男人，我攻略了他3年，好感度才到70，你一骂他就涨到80了。我不玩了，你快点给我把好感度刷到100，我要回家。所谓的好感度，看来是少木对我的爱意。原来如此，这女鬼也不愿意待在这里，只是受系统所困。这么说，只要少木对她情根深重，她便会消失。饭你也吃了，炭你也用了，你到底答不答应我？姑且吊他2天，先把眼下难关过去。侯府张今晚特来拜见江夫人。府中闹了瘟疫，昨日侯府已经到城外庄子过年了。那江夫人何时归府？不知。呸！年前无聘无媒强纳我家小姐，什么东西？幸好早有准备。阿若的身契讨回来了吗？回世子爷，将军府一家去庄子了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你怎么主持内院？真是个废物！哼！咱家世子爷真是个烂人啊！长公主的宴请名单真有琳琅阁的那位。送帖的公公特地嘱咐长公主对林姨娘好奇的紧，务必带到。长公主的赏灯宴，那全京都的贵人可都盯着呢。带个下贱玩意儿去，这不是打我们少夫人的脸吗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撺掇母亲送阿若去观礼，怎么会闹出这件事来？就说她病了，病得快死了，不许去！混账东西，那是长公主，动手能捏死侯府的人。为了你那个贱婢，真的要整个侯府为你的心肝陪葬吗？今晚你亲自去定，3日之内把林氏的规矩给我办正了。步要稳，颈要直，目视下方3寸，不可逾矩。公主府的规矩便是宫中的规矩，一丝一毫都错不得。你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侯府。是，少夫人，切身谨记。短短半日，她竟能学得如此刻苦，总觉得这林姨娘变了。表现尚可，歇歇吧。谢少夫人。长公主，李玄的生母，那桩未成的婚约，虽只有公主府和将军府知道。小姐，我打听到了，将军府也会来赴宴。到时免不得跟江宁心碰面，得在他下手前跟女鬼认清得胜规则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调配毒药？你要做什么？放心，我不是要自尽，这些都是我保命的护身符。锦玉，站到墙边，背对我，一个字一个字大声读出，记住，不许迟疑。
你是谁？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啊？你在问我啊？干嘛让这个小丫头当传话筒？我叫阿念。我的全名叫什么来着？啊，系统，系统，你快告诉我，我的全名叫什么？唐乱，趁现在。金玉，下一个问题，解释一下，系统、积分和好感度是什么意思？系统就是把我从几千年后扔到这里的东西，你可以理解为铺子。这个铺子会给我发布任务，我的任务是经营跟少墨的感情，让他全心全意爱上我。感情越深，我攒到的本钱就越多，每次增加本钱就有利息，也就是积分。积分能用来兑换道具，比如我之前给你的救命药。而当本钱攒足100数之气时，我便能重获自由，离开这里。果然，目标是少木的爱。金玉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记得不许思考，不许迟疑，也永远不许再问，记住了没？禁忌词是什么？交换的条件到底是什么？阿念不想回答，他仍不可信。瓶中毒药，服下即死。你敢轻举妄动，我拉你一起垫背。从此刻起，系统为我所用，少木我来攻略。要么合作，要么同归于尽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玄儿，3年未见，清瘦了许多，快让母亲瞧瞧。你明知他的身份会引来世家贵族的猜忌，为何还要让他来？若不请他，你能让我看一眼？快去沐浴更衣，陪我一同入席。所以城外的麻烦也是你指使的，为何？无能者皆为羔羊，人皆可宰杀。大周、北境、西域3族鼎立数年，该有人搅浑水了。朝中的那帮懦夫不敢，我敢。所以你派人武装北境之人，迫使其与大周合作。不愧是我儿，比起你那蠢舅舅，你更适合龙翼。永远，我是说永远，不要把我当做棋子，因为你草菅人命的手段，我不认同。你若喜欢那姑娘，娘可以送给你，如何呀？阿初不是武家，他有自己的意志，就算是你，也不能染指。你可知，当朝禁令女子立户已达100年，此令一日不改，女子纵有才学也难以报国。若贱妾也能自立门户，世上妇女皆可有出头之日。这才是我宴请林若初的原因。江明信，让我失去身体的始作俑者终于出现了。如若让这贱人找到姑父姑母，你可就要被高僧超度，魂飞魄散了。你早就知道，他不是我。阿念在害怕。江明信明明能助他夺胜，为何要怕？贱人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二哥，不行，不能与二哥相认。江明信的妖法也许已经影响到他。二哥哥，是阿初，你跟阿初许久不见，不上去叙叙旧吗？阿初他似乎变了许多。我跟他
没什么可说的。江灵溪，我会把你从我身上拿走，一样一样夺回来。哼，贱妾也能与贵族同饮，还有没有礼法？世道要乱了。小点声，她可是长公主请来的，说不定别有用意。如今朝局动荡，谨言慎行。哼，林姨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到后面去，别丢人现眼。林姨娘既在殿下的宴请之列，便是座上宾，同席而坐，何来丢人一说？我不过是日常训诫后宅家眷，不劳县主费心。谁跟着？长公主到！参见长公主。平身，府门许久未开，照顾不周，希望今天大家玩得尽兴，都落座吧。圣上示弱，武将齐聚一堂，这宴席分明是逼群臣表忠心。光喝酒怪无聊的，不如我们一起玩个游戏，来助助兴。慌什么？空圣旨，圣上体恤本宫为国分忧，特赐这道圣旨，财富、名誉、权柄尽在此处，就当是彩头，让大家热闹一番吧。游戏很简单，文采、武略、智谋，全胜者尽得彩头。游戏不分官职，不分男女，主仆皆可参加。我一直等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你去拦住他。你疯了！木儿，长公主面前休得放肆！永安侯府好胆色呀，前宅后院皆报名，不愧是我大周的开国功勋。大便请侯爷、夫人先行报名。景玉报名。奴婢也可以和他们这些贵人放在一起吗？为何不可？文氏规矩，今日只仅作一句诗，前20名者可进武士。土著女，你就求我吧，我这诗词库量可大得吓人，随便一句，惊艳全场。左右不过是在闺房里跟我反复炫耀的几句诗，胸中无墨，徒惹嘲笑。府门向南开，龙灯向东望。哼，莽夫也敢上来写诗啊？什么文采？勇气可嘉，赏。饮府中美食，进大周瑰宝，赏。1个2个3两个，登登漂亮，赏。多谢长公主。长公主这宴会明显是想笼络人心，咱们真不应该趟这趟浑水。谁言冰心终寂寞？春来依旧笑迎宵。好诗，谢殿下赞赏。华灯初上，府门开，正月15动京都。哼，庸俗。孤光指薄，竹骨轻，难以微芒，刺长叶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回长公主，小姐常常教奴婢，人要有志气。你们小姐教得好，不知道她会做出怎样的诗啊？醉看灯下影，笑谈杯中振。推杯换盏皆是谋略，你在勾勒谁心中的丘壑，亦或是指谁的野心？你在勾勒谁心中的丘壑，亦
或是指谁的野心呢？林若初，本宫喜欢你。长公主谬赞，若初不胜惶恐。林姑娘落落大方，不似传闻骄纵荒唐，恐怕有什么误会。落子难回首，浮生梦已迟。林二公子，何以烦忧啊？只是有些感慨罢了。长公主，不必在意。落子难回首，浮生梦欲迟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莫二公子不仅人长得风流倜傥，诗也是很俊逸呀。啊？他怎么会知道唐诗啊？是老乡？你快问他，知不知道肯德基、麦当劳？文试结束，入围者有。那是进房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哦，你今日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最厌烦这种热闹吗？是很厌烦，我本来都不想来的。那你为何？莫非是为了我？我是怕你上当受骗，我怕你被人卖了之后，你还上赶人给人数银子去。我母亲的心思比较重，这次的比试定有蹊跷，你自求多福吧。还说不是为了我。待会儿的武士可不是儿戏，你这旧伤未愈，我这有药，先给你抹上。哎呀，本宫撞破了什么好事啊？母亲慎言，儿臣先行告退。从未见我儿如此慌乱，我真想知道接下来你还能带来多少惊喜。坠星改我府侍卫，1刻钟内夺灵者胜。我来。地盘不稳，脚步虚浮。怎么突然变慢了？恭喜世子通过。放心吧，赢不了的。他像镜子，抢则夺，攻则守，有智取。他是要放弃了？不，他在等。就是现在。坠星慌乱闪躲的瞬间，便是时机。好计策。恭喜林姑娘通过。林姑娘好，林姑娘好厉害！林姑娘太厉害了，不愧是将军府嫡女，智谋过人啊！林若初偏要如此惹眼，便怪不得我让你行事。江宁仙又在盘算什么？没摸清敌人之前，我不能轻举妄动。恭喜林二公子通过。连病弱的二哥都能获胜，长公主绝对故意放水。李玄说的没错，长公主许是想将所有势力收入麾下。二哥哥，你不觉得阿初有些不一样吗？他只不过擅长伪装，何曾变过？林若初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最终是会试，
10人2两一组，胜者角逐，最终胜者夺魁。少木之所以能晋级，是为了将他留给我亲手打败。阿若，如果你现在认输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像从前一样待你。怎么，怕输？怕输？来！说好的帮我攻略阿木，你这态度不对吧？我的攻略方式我自己做主，只要他爱我就行，用不着爱他。走得太着急了，这下得牵制住。不，他在请君入瓮。大龙对杀，从一开始他就在引我入局，他竟如此狡诈。印象中的阿若，单纯任性，为了与我相欢，不惜放弃所有，入府为妾，绝对不会如眼前人一般，眼神冰冷。他不是阿若，他是谁？世子爷，世子爷，少木没有客气，怎么会突然吐血？诺子时间要过了，世子是否继续？世子突发咳疾，催促什么呀？舒淇而已，何必这么大火气？大好的日子，闹出人命可就晦气了。继续。少木，我赢。贱人，世子犯了咳疾，还不过来伺候？我只知应该竭尽全力完成长公主的棋局，竟不知这公主府当中竟是侯夫人当家做主。输了棋就赶紧下去，别在棋场上碍眼。笑得这般开怀，是觉得自个儿有缝可钻吗？他对少木确有无情，甚好。从今日种种来看，他对少木是连半分旧情都没有。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？最终棋局，像是林家兄妹对决啊，好妙的缘分啊！这是林家军暗部的奇语。你还好吗？二哥想传信，为何要如此迂回？除非他想躲谁的耳目，是江龙心吗？可为何连目光也要躲开？我很好。二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二哥的咳疾只在春天发作，如今深冬未过，怎会严重到咳血？这看着跟突然吐血的少木如出一辙。林姑娘棋艺真是厉害，谁跟她下棋，谁就咳嗽的厉害，这是其中带煞呀！不对，我不是正经，是我身上的暗念。可旁人为何不受影响？少木过去3年为何无事？刚才那刻定是发生了什么？照顾好自己。二哥哥，你别下了，我们回府找医师吧。恭喜林姑娘得胜榜首。好棋！哎呀，这林姑娘棋艺这么厉害啊！林姑娘文武双全，不愧是将军府的独女。今日全部彩头，便赠于你。民女林若初叩谢长公主圣恩。
长公主，长公主，林姨娘是我永安侯府的妾室，按照大周律法，她所拥有的应当归我永安侯府所有。看来世子爷真是福薄得浅，这府里的天灯都要降下来天谴，幸而这神明有眼，才得以博成。殿下圣明，是犬子无德，遭了天谴，求殿下开恩。你想要什么？回禀长公主殿下，民女想离开永安侯府，恢复自由身，迁籍贯，独立女户。女子还想自立门户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此事与大周礼法不合呀。你们是觉得圣上的圣旨不算呀，还是本宫的旨意不算？既然圣旨说了算，本宫说的话也算。今天本宫就允你两个心愿。林若初，从今日起，你可以离开永安侯府，自立门户，恢复自由身。民女林若初，叩谢长公主圣恩。恭喜林姑娘自立门户，往后便是自由身了。多谢县主。恭喜你自立女户，重获自由。可要跟我回府看看姑姑，她定是极想你的。她在试探我。江小姐，自我离府，将军府便与我再无瓜葛。莫要再提什么旧情，我现在只想寻一方净地，重新开始。将军府的贵人，我高攀不起，也不屑再攀。好吧，姐姐明白了，新人生新起点啊。祝阿初前程似锦。那我先告退了。二哥哥，本来想劝他跟我们一起回家，没想到他还是记恨。早就不是林家的人，还好有你心儿，是你一直陪着我。将军府待我恩重如山，心儿自当永远照顾二哥哥。小姐，你脸色好差，你没事吧？林小姐，你的衣服真好看，可惜今日家中有事，日后有空一定登门拜访。是啊，改日一定到林姑娘府上登门拜访。一定。他方才还说这衣裳难看。胜者亡，败者寇。啊，这个地段住的不是名门就是大官，早上还一穷二白，晚上竟有了这般威风的大宅。无论是赏灯宴、长公主的邀约，还是迎来的彩头，都绝非偶然。这是故意为之。长公主要借我之手，开立大周女户之先河。那这宅子咱们还要吗？这泼天的富贵，怎能不接住了呢？主子小姐，今日请安心歇息，所需物品明日列出，即可置办。用3进3出的院子做彩头，长公主当真是豪迈。小姐，外面有人硬闯，怎么也拦不住。深夜私闯民宅，按律杖30。世子这是何意？世子，你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不肯叫了吗？刘管家，报官。是。阿若，以前是我负你，这次只要你肯回头，我立马就把孙姨娘休了，永不纳妾。这次我绝对不会违背誓言。现在滚！我只报官，不滚，我打你个半死再报官。可这丫头的奴气还在侯府。锦玉，躲到后院去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你交出去。你一个贱婢，你敢指使我？神不以出身论高低，只以品格论贵贱。
你才是天下第一贱人！好，把这个贱婢给我绑起来，舌头给我拔了！小姐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。小姐，杀个几分死？你竟敢对我亮剑！哥哥爹爹上战场，杀个对面几分死？3分死，能求饶？3分，泪若初，你真要杀我？不能杀他，杀了他我就回不了家了。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杀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才不会用自己的命去抵他的命。你竟敢打我！原来你也知道耻辱，你毁我清誉，那我今日便让你尝尝尊严被碾碎的滋味。我是永安侯府世子，你竟敢打我！夜半擒贼，刘管家可看清贼人面目？这夜黑风高，我等无一人看清。小的这就去报官。李若初，你真要报官？交出锦衣女警，否则我让全京城看你永安侯府笑话。说，你想的是这样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少牧和二哥之所以吐血，并非救济，而是惩罚。谁若怀疑我被夺舍，系统便会下惩罚。少牧只是起了疑心，二哥是何等聪慧，他定是猜到我被替换，所以每次试图看我，甚至只是想起我就会被惩罚，都是因为我让二哥被生生折磨了3年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不许用这个名字叫我！小姐，真杀了！小姐，水淹土埋皆可抛尸于无形，选哪个？绑起来，扔柴房。扔柴房。是。秦玉，你到底是谁？2年前，小姐入侯府为妾，二公子便寻我进府护您周全。他千叮万嘱，除非小姐自愿离府，与少牧断绝关系，否则绝不能暴露身份。你不会武功，二哥为什么会选你？我的嗅觉特别灵，下没下毒一闻便知。侯府虽未下毒，但那些加了料的菜我都偷偷处理了。辛苦你了，护我这么久。一点也不辛苦，能跟着小姐是我最幸福的事。锦玉，你在门外守着，你住巷之内。我若是没有出来，杀了我。小姐，是。禁忌词是什么？你有病啊！自己敲自己指甲。啊！停！我全都说。禁忌词是交换、夺舍，不是我以及所有与身份相关的话。3年前我对陶渊说过，他为什么没有反应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丫头很奇怪，没被系统修正记忆，还追问我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，我吓死了。系统修正记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系统自带保护机制啊，它会自动篡改所有人的记忆，不然我来这儿的第1天就露馅了。你说的系统是谁在控制？
系统就是系统啊，只有他控制别人的份儿吧。不过江宁心好像跟系统有关。作为恶毒女二，她不仅不抢阿木，还撮合我跟阿木。有一次，我撞见她在藏一个木匣子，我追问她那是什么，她突然骗我，说让我管好自己的少木，好像早就知道少木是我的任务，我也不是你。恶毒女二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是为了衬托我美好品质而被创造的坏女人。你为什么确定江离心就是？因为这世界就是霸道王爷爱上我的画本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世界是画本？难怪你能凭空取物，难怪我有多少这么离奇的事情。原来我的世界都是假的，这世界就是个画本，这世界就是个画本。你思万物，则万物因你而存在。你心中所思所想，才是独一无二之所在。阿初，小姐，林若初，妹妹。是画本世界又如何？真实也好，虚妄也罢，就算是一切都被扭曲，来时的路也不曾改变。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林若初，我爱之人也还在等着我。好感度多少？90？你对他又打又骂，竟然快满了！少木有病吧？有，还得换几颗。你还敢提？之前是不是骗我要来着？啊！又来！10积分1颗，感情每涨1次，积分便会刷新。现在能换9颗。4颗，拿来。哦，给你。锦玉，小姐，放心吧，都办妥了。不是说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你藏我院里干什么？我知道，你这人做事从来不后悔。这2年驾驭他，可能也是。但是，看到你能够重新来过，我真的为你高兴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莫名其妙破了一个洞。虽然不是自己自愿的，但事已至此，就只能带着这个洞活下去。那又怎样？就算是一纸残卷，也能绘就千里江山。3年来，我夜夜描绘你的身影，从不敢奢望分毫。如今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这些年是否有人迫你做你违心的事？还是不能说？能。有人要害我和我的家人，其余不便多说。这个药的效力你见过，帮我一个忙，在我二哥熟睡的时候喂他吃下去，能救他的命。好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信。李轩，你若信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必给你个交代。
还磨蹭什么呢？快给我解开，把阿若保回去！林姑娘，诚意我带来了，这是锦玉的奴器，昨日种种是我永安侯府行事不妥，还请林姑娘笑纳。张静婉，你疯了？收钱还收人？林姑娘，这诚意可够？锦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自由。管家，去官府撤案。是。若没别的事，我便带世子爷回去了。鲍叔，80。昨天把他敲晕都没叫，看来得大庭广众把他的尊严踩到脚底才有用。万一找不回去，我还怎么回家？阿若，再跑！哎，涨了，94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啊？怎么突然不涨了？哼，这爱倒是有层次，纯粹热烈只值70，恨与愧疚多加了25，剩下的5点会是什么？若无旁事，我便随世子爷回去了。阿若，阿若，积分补回来了吗？补了，有95分了。接下来该专心对付蒋无忌。你说的铺子都能换些什么东西？分门别类，从基础的衣食住行到灵丹妙药都能换。比如之前给你的救命药，10积分1颗，那是最贵的。有什么能对付江宁心的吗？没了，其他都是变美的。这个铺子还真是为了男人而生。哎，还有医书的好吧？这医书3积分1本。换医书，若有奇效，不知能救多少被病痛折磨的人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一件东西你一定喜欢，可是玄铁制的呢。去哪？给他。狗男人的爱也算有点价值。林若初那个妖妇，平白让人看了侯府笑话不说，还心思歹毒，害得木儿连床都下不来。世子爷伤了筋骨，须得好好休养。你与侯爷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绝对不能轻易放过那个毒妇。儿媳有一妙计，定可叫那林若初自食其果。这就是救了桃园的农妇。不碍事，坐下说。这能否再问一次姑娘的闺名？幼时练字常常出错，常把出字写成刀，桃园就打趣我，叫我林小刀。总算等到小姐您了。桃园姑娘有话让我留给您，她去寻妙恒真人救小姐的命，让小姐千万照顾好自己，不可放弃。这手串绝非偶然。彼时我曾提起真人说我及笄时必有一劫，桃园记在心里，一刻都没有放弃过我。难不成我第一次挣脱系统束缚，也与桃渊和妙恒的离去有关？您是桃渊的恩人，大恩大德，我必定百倍相报。姑娘说错了，我命烂是被人牙子卖给一个将死之人冲洗，宫蝶他要强暴我，我失手把他杀死。是桃渊姑娘教我在初冬时节掩盖尸臭，蒙骗邻居，她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初冬，桃渊在您那儿藏了多久啊？3个月，11月出来的，正月走的。小姐，我先告退了。桃渊从屠户家逃走是在8月，为何会有3个月的时间差？莫非他
他还去了别处。以他的倔强，定是回将军府找二哥去了。二哥得知实情，也因此便入膏肓。陶渊不会眼睁睁看着二哥受折磨，他一定也很恐惧，恐惧江宁心这神秘莫测的药邪之力。既然你们舍命为我求得经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知道陶渊没有事，你应该也宽心些了。那个药，我趁你二哥睡着的时候给他喂下了。醒来之后，他吃了半头猪，健康得很。那就好。我奉命剿匪那日，便是阿楚离开侯府之日。往后种种，像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引，一切会是偶然吗？阿楚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要赢过一个东西，一个未知之物。你愿意陪着我吗？你非得我说出口，才知道我愿意。15日之后，我会在府中设宴，此时应该能摸到敌人的尾巴。但是这件事情可能会牵扯出10年前长公主府的事件，你会难受吗？只要对你有利，你想利用谁都可以。只是谁敢旧事重提啊？要害我的人，长公主允我开女护仙河，有心之人定会拿旧事重提，以此让我返还封赏，从风口浪尖掉落。一定要入局吗？想杀敌，就不能怕见太锋利。好，但我需要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哭了，阿楚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不想看见你哭。我更不希望我们的前尘往事就这么一笔勾销了。小姐妙计，以雅物给贵人们做拜礼，换来这些贵重之物。不然办个宴会，家底都要让人掏空了。莫将军如此大礼，这是……林小姐，如今我们都受长公主重用，这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这以后啊，合作的地方会很多。此人说话口气确实与女鬼相像，正好试试他。肯德基、麦当劳。什么鸡？你要卖我什么？樊楼新出的烧鸡，得空请你去吃。毕竟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请。什么啊？他不是穿越的，那他怎么知道唐诗的？无关更好，还能收拢当我的助力。小姐，新仆中来了几个侯府的奸细，听您的，我没动。无妨，去将军府给江宁心送上一副拜帖。啊，真的要和他对上吗？我好怕怕。你不是说他有一个宝贝匣子吗？不撒点诱饵，怎么钓鱼上钩？多谢。阿处长府上可真气派，哪里还需要我们担心他？姑姑可以放宽心了。户籍迁走，正好彻底跟将军府没关系。二哥固执，回头我帮你劝劝他。有劳表姐费心。长公主万福吉安。都落座吧。二小姐如今倒也是风光，满园富贵迷人眼呐。长公主是女护，林小姐是林宅当家，何来二小姐之称？二哥哥不碍事的。将军夫人心善，让仆人称江小姐为大小姐，可若是懂事，便该在外自称表小姐。林姐姐就算没有自立门户，也该被称作大小姐才是。
毕竟将军夫人可就这一个女儿呀。二位姐姐说的是，以前啊，姑姑最是心疼妹妹了。若初每每想到母亲，都会心怀愧疚，思念难耐。多亏有江家表姐替我照顾母亲。姑姑对我恩重如山，2年前被气得大病一场，心儿自当侍奉姑姑左右。她没动手，是受到规则束缚，无法在众目睽睽下行动，还是因为手穿庇护？无论多危险，今日必须摸出他的底线。多谢江家表姐替我照顾母亲，待我回府了，定让母亲重重赏你。姐姐一定把这话给姑姑带的。我和母亲之间何须姐姐带话？江家表姐怕不是在将军府待久了，真拿自己当主人了。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姐姐只是怕你与姑姑心生嫌隙，这才……你不就是想说我曾经把母亲气病一场，干嘛遮遮掩掩的惺惺作态给谁看？还能忍？是不想动手，还是不能？妹妹，那你要是这么想，姐姐也没有办法。殿下，心儿身体略有不适，想先行告退。锦玉，带表姐去偏房休息，切记照顾周全。是。待会儿你要敢抢我身体，我要你死！我啥也没做，你私恶毒女配，你别波及我呀！这是什么花？好清雅的香气啊！若初布置房间时，偶然见此纤细茉莉，雅致至极，邀大家共赏。你疯了！这是玉面芙蓉。10年前，长公主为西域花匠亲手杀夫血染宫闱，先皇震怒，将花匠割肉剔骨送去公主府。这场血案中的花便是玉面芙蓉。赏花，且看你怎么死吧！如此的好花，哪里摘的？若初府上新招的下人最会养花，皆是由他亲自挑选采买。让他们晚些领赏吧，本宫乏了。都散了。是觉得李玄心悦你，本宫便不会杀你。民女无意顶撞殿下，是有心之人故意借此兴风作浪，民女便想将这些有异心的蛇虫鼠蚁现于殿下眼前。有胆识！你府中的老鼠，本宫已经替你杀掉了，都已经送到了侯府，就当做是回礼。恭送长公主。小姐，你流了好多血啊！终于出生。林若初身体里那个蠢货，抢不回身体，就该抽出来换个聪明的进去。在门口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还在抢我身体，不想活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凶我干什么？那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如实交代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就好像突然有股力量在抽离，又来了，就好像有一个吸尘器在猛吸我的脑袋。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就是有个东西在把我往外吸。还好这符咒还能抑制住他。扔了那么多积分进去，怎么全都无效？
若初这个贱货，他怎么一脸像个家人？心儿，咱们回府吧。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没有，心儿知道他不是故意的。这次不错，咱们先回去，但是先别跟母亲提到，不然母亲会生气的。心儿知道了，我们走吧。江宁心是不是妖恐？你看到什么了？他就像是入了定似的，手心朝上坐在桌子前，他的双眼足足有1刻钟没有合眼，他的手就像这样摆着，他的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，却又像拿着东西似的。这动作很像是与系统交换东西，但怎么会入定？不对，是静止。世间万物皆有法则，他交换的东西不是可以迅速出现的物品，是类似术法，而这术法被菩提珠阻碍了。没事，别害怕，我和你一起面对。恐惧来源于未知，起码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消息。当年的夺舍定也是江宁心所为，所以阿念才这么怕我。现在有了菩提珠，胜负难料，也不知是我的珠串多，还是他的积分多。阿朱，我们杀不杀他？杀，但是要在2个月之后的荔枝宴上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我还担心你会不落忍。杀人者人恒杀之，他既然要杀我，那我先杀他。好，我去寻一把桃木剑。都说了不是鬼，不要搞这些封建迷信的好吧？得用些别的法子。我们在讨论杀人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旁人我管不着，但我看到你这副模样，我就能放心离开了。你要回边关复命了？是的，等这一切结束，便会走。怎么了？我要嫁你。你想嫁我？是，我想嫁你。我一直以来想嫁的只有你。以前想嫁，现在想嫁，以后也想。想嫁？你还要我说几次啊？想嫁？之前的那封退婚书，那我不管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阿朱，我想去。不自觉泪流满面，等到枫叶枯黄，飘落一地惆怅，怀念你眼眸清澈的光，晚风也太清凉，带不走沧桑，把我久久困在。小姐，你可是烧起来了，脸有些热，脖子有些红，要不要寻个医官？无事，我身上的伤都好了。小姐，我知道你有神奇之处，但是你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子呀。还是一样的感觉吗？一样的，不会吓人的。3次都是同一种，或许他的系统没那么厉害，不然早就把我捏死了。女主，
江宁心不能无限的使用系统，那么我就可以更快的杀了。安薇又不会拦你，干嘛还走窗户？你一女子，我怎么能够随便的从正门进出呢？这不辱没你清白？撬窗就很清白。事急从权。将军府的桃花酥。对了，你要找到那个木匣子，我让揽月去江宁心的房间里找了好几天，几时便有了，愣是没找着。难道是随身携带？下次帮我多偷点儿。下一次带你回家吃。以往我只为二哥换上3分康健，大抵只够续命，应该不至于让他完全康复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林若初身上有蛊幻？二哥哥，仙儿自从灵宅回来，总是忧心忡忡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仙儿没事，只是看你病好了，替二哥哥高兴。或许确实是个好兆头。星儿最喜欢吃桃花酥，今年桃花开，咱们多留一些。姑姑待我真好。林若初，我绝不会将美好的生活拱手让给你，死都不会。这坠子水头不错，正好配将军夫人给您新做的衣服，必定艳压群芳。哟，林小姐，客一客，快快请进。表姐没想到吧，会在这儿碰到我。阿初，好巧啊！真是我家小姐好意与你打招呼，你怎故意找茬？啊！你敢打我？林小姐果然如传闻中乖张暴戾，一朝得势，不把礼法放在眼里。我这江家小姐何时自立门户？母亲还是在将军府，那我就替母亲好好教教你规矩，去问问你家表小姐敢不敢阻拦。林小姐，我这店铺的生意，那这些摆着的都要了。好，这簪子我家小姐已经要了。这江家小姐惯是爱抢人东西，那便送你了。妹妹说的是，感谢妹妹慷慨相赠。方才火气大，不然这样吧，这盘首饰便送姐姐了。倒也不是诚心和姐姐过意不去，只是想着你在将军府站着哥哥还有母亲，有些气恼罢了。但是想想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这姐妹情谊总是会和好的吧？她是想在我身上找什么呢？啊，咱们姐妹一向亲厚，又怎会离心呢？有姐姐这句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那改日再找表姐叙旧。50积分到账。分书可以同时操纵3个人，用献祭换取积分，虽然大材小用，但这是林若初你逼我，积分用完，再找新的人便是。林若初，我可以给你看我的底牌，咱们玩把大的。等你再睁眼，只能当个疯子。盒子不在他身上，到底在哪儿呢？
你要找盒子啊？早问我呀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当然是藏在空间里，随身携带喽。空间？你可以理解为铺子里的暗室。这个功能可要60分升级呢，可贵了。难怪我找不到。我来找阿初，怎么跑江明心府上了？锦月，小姐，你醒了，我怕吵着你，一直没敢叫醒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是很困。哦，对了，店里的掌柜亲自送来了首饰，他还夸我今天在店里真威风，像个女侠，啪啪2巴掌，把林家小姐带来的丫鬟都给打傻了。林家小姐太过分了，她怎么敢这么对你？姑姑一家对我恩重如山，不可出言不逊。姑姑，那棵树好奇怪。它不就是棵普通的树吗？锦月，我今天为什么要去招惹林若初啊？我怎么记得我对她说，你在将军府霸占着母亲和哥哥，我很气恼。小姐你。林若初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林若初，我是江宁心啊，你才发疯！这世界果然出 bug 了，白天你还是林若初，怎么睡一觉起来就变成江宁心了？你思万物，则万物因你而存在。你心中所思所想，才是独一无二之所在。小姐，绝不可以放弃。阿初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不想看见你哭，我更不希望我们的前尘往事就这么一笔勾销。好痛啊！我到底是谁？是江宁心，还是林若初？土著女，你可千万别疯啊！你疯了，我就彻底回不去了。你就是林若初，你没记错，是这世界出错了。我已经弄丢了自己的名字，你可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啊，林若初。从今日起，你可以离开永安侯府，自立门户，恢复自由身。阿初，照顾好自己。我想去。没错，我才是林若初。谢谢你，真谢我，你就先吃口药吧，手好疼啊。好啦，真没想到江宁心的系统竟然这么厉害，这得花多少积分啊？连世间万物都能颠倒，这不是妖魔，是神明。可神明怎会行恶？
若执着于取代我，从一开始直接调换就好，何必等到现在？除非江宁新的铺子也需要积分升级，3年前他没有足够的积分，3年后他攒够了，才得此能力。飞琼，不许吃！我还在想，谁大半夜在这吹哨，竟然是你。这飞琼的鹰哨，为何在你手中？难过什么？万物都被篡改了，他凭什么例外？李轩，我是谁？江宁馨小姐，再问你一遍，这哨子哪儿来的？你亲自给我的呀。江宁馨小姐，我与你表妹有婚约在身，所以不管如何，把哨子还给我。不给。军部密哨，绝非戏言。我也非戏言。你若是想要，自己来抢。江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李玄，你再叫我一声江小姐，等你都想起来了，我一定弃你一世，再也不理你。你也知道，军部密哨，重中之重，那他为什么会在我手里呢？为什么飞琼会吃我给的肉？你自己去想，去想个明白。不是甜宠吗？怎么虐恋起来了？你个笨蛋，竟然敢把我给忘了！等你想起来了，我把你吊起来打3天。就算做这世间唯一的疯子，我也一定要赢。我要杀了江宁馨。我与江宁馨交集甚少，绝不可能将殷少这般私密之物给他，他却一口咬定是我给的。我从不信鬼神，怎么会有平安符？原来以往都是二哥在暗中安排，我才能顺利进府，现在竟然连家都不能回。不想死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李大人怕不是有失自重。你不是江宁馨，他认出我来了。听闻西域有一种换皮的秘术，你究竟为何而来？又是受谁的指使？真是个呆瓜！别动！你到底是谁？你觉得我是谁，那我就是谁呗。看清楚了吗？我没易容。感念将军府的恩情，趁着夜色回去看看。蓝月在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若有异动，即刻杀了。是。真杀了，有你后悔的！你就等着追起火葬场吧。安和县主的婢女，你为何会在小姐的屋中？你是江宁馨的婢女，白云观见过。
我明白了，江宁心可以覆盖记忆，扭曲认知，却不能改变既成事实。一个小漏洞，系统修补都如此费力。若是无数人同时涌现无数漏洞，等不到荔枝烟了。我要在系统修复更多漏洞之前行动。我要办一场盛大的蹴鞠会。莫统领，本心系一人，却忍不住思念另一个人，莫不是中了蛊？我府上啊有一花，名为夜蝴蝶，但那花匠偏说这是鸢尾，现在搞的，我府里人人都称那花就是鸢尾。莫统领觉得我应不应该把这花匠抓来，好好审问？默默前些日子便觉得奇怪，最近怎么有人一直在颠倒黑白？原来是这花匠在传谣。江小姐放心，我定替你讨回公道。有莫统领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5日之后，我将会在金陵池举办蹴鞠会，到时莫统领定要来捧场。江小姐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谁？鼠辈，出来！主子要抓。不，你先出去，我要审他。做什么？说，到底给我下了什么毒？什么毒？你中毒了吗？看着像是中了君子毒。不是对江宁心，他是在对顶着江宁心身份的我害羞。我懂了，就算记忆和认知被篡改，身体本能的嫉妒也无法磨灭。5日后的蹴鞠会，只要江宁心赶来，就能赢。江宁心步步引导阿宁成为侯府囚人，意在让我销声匿迹，而他刻意模仿我的穿衣行事，是为日后李代桃僵。可没想到我会高调离开侯府，引发众议，增加了他的威力。只要以李玄这一行走的纰漏为饵，他一定入局。江家姐姐，这个蹴鞠大会办得可真气派，这短短几天，竟把场地布置得如此精妙。阿宁，这个节骨眼绝不能增加好感度。世子安好。春深露重，你穿的有点单薄，小心着凉。几位夫人还需照顾，世子请便。蠢弟弟开屏了，这是着急回来娶妻成家？玄哥哥，等等我！呆子李玄，喊你来当个饵，谁让你当孔雀了？哎，瞧他们这么熟络的样子，这门婚事怕是定了。哎，你我都有婚约在身，玄哥哥何必如此见外？我认为我们的婚事不宜操之过急。阿初，你觉得呢？都依李玄哥哥的。阿姐要给我。见过将军夫人，将军夫人可还安好？自立门户，诸事繁杂，星儿
多保重身体啊。承蒙挂念，见过莲儿公子，莲儿公子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托了，这蹴鞠盛会看起来甚是欢欣。系统抹不去我的痕迹，便将入府为妻，扭曲成是江宁心所为。但新身份与旧记忆披露百出，唯一庆幸，母亲和二哥都被彻底覆盖，免忍受系统折磨之苦。表姐，别来无恙。承蒙挂念，一切安好。此次蹴鞠会分设个人赛与团队赛，无论男女贵贱，皆可下场一较高下。进来，给我！3年前的蹴鞠会，是我在京城的初亮相，亦是烙印于人心最初的印象。今日便让我看看，是系统更强，还是人心更强。听说将军府的林小姐腿法了得，这江小姐也善百打，人若行路必留痕迹，她亲自落下的每一步，且看这系统能不能轻易抹去。不，你记错了，这上场献艺的分明是林家小姐。哎呀，对呀，3年前上场白打献技的就是林小姐。她自幼跟林将军习武，练得一身好脚法，精功人人皆知。没错，林小姐及笄之年一袭红衣登场，蹴鞠之际踢得相当漂亮。若是江家小姐的话，她早1年及笄，这年龄也对不上啊。当年父亲被杀，我都忍住了，如今竟为了毫无瓜葛的江宁心而伤心，为什么？林若初果然不好对付，要赌吗？亦或再将一局？此番不论结果如何，定要踢个痛快！一切皆如虚妄，只有脚下这方寸之地是唯一的真实。放一下！好一招以身诱敌，结成盟友，平分彩头，这才是取胜之道。我瞧着林小姐的势头啊，能赢。莫统领记错了，林小姐还在这儿坐着呢，这上场的是江小姐。瞧我这记性。可今日这林小姐为何不上场呢？这习得将军脚法的到底是林小姐还是江小姐呢？莫统领说笑了。这2位小姐都是在将军府长大的，怎么不能都学呢？不是2个都学，有一个不胜此。二哥哥，你没事吧？苦练蹴鞠的人，不是你！苦练蹴鞠的人，不是你！主，我想嫁你，我一直以来想嫁的只有你。竟是倒挂金钩，好俊的功夫！这场上比赛的才是将军府的林若初吧？这赛场上的哪是林家小姐？这不是江家小姐吗？不，3年前我见过林家小姐蹴鞠的样子，就是这模样。那动作与3年前的人太过像了。琳琅阁之所以叫琳琅阁，是因为住的人叫林若初。林小姐，接球！对，你就是林若初，那个毁了我婚宴的林若初，化成灰我都认得。
到底谁在杀猪？李轩哥哥，快醒醒！我才杀出！快救我！那个妖女要杀我！李轩，别看，别想。不是。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是这个人想要杀害阿楚，得杀！就现在！杀了我，你也会死。你什么意思？不信？不信你试试啊！哎，土著女，别冲动啊！真杀了可不能复活啊！可以不杀人，但绝不能让他躲到空间里去。李璇，给你的药还有吗？李璇竟然能敌过系统的影响，爱的力量吗？你还有后手吧？事成之后，我要半本书。你竟然出卖我！既然这样，那就同归于尽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对阿楚做了什么？别担心，我不会杀你。只不过当你再起怀疑，世上再无林洛尘，而我会成为你的妻子。蠢货，还想靠你们勾引男人得积分？不如把你们都变成积分。原来是有道具，难怪我抽不出你身体中的那个女鬼。看我破了！阿楚！不要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还不滚出来！弃了这贱人，不怕我把你抽出来捏死吗？阿楚！我可算出来了，闷死我了！妹妹，我把你放出来，回到侯府，当个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宠妾，再不用沾染着血雨腥风。你可知姐姐这良苦用心啊？我懂，多谢姐姐，让我重新回到阿木身边。土著女，快点换人！贱人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撕成碎片！换药。你也拥有天命书对吧？帮我把书抢回来，我立刻给你一半，积分也全部都给你。你的积分都用完了，拿什么给我？你敢骗我！李轩哥哥，我才杀出。看着他，做你想做的。放我进去。这是什么？母亲病死后，我被接到将军府，成了表小姐，像林若初一样备受宠爱。仙儿，你父亲重病，他想再见你一面。然而，幸福太久让我忘了，我是赌鬼的女儿，不是林若初。仙儿，多亏了我，你才能攀上高枝。接下来该孝敬爹了吧？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亲？我为什么不是姑姑的亲女儿？我为什么不是林若初？仙儿，若你祈求，献上诚意，
我便将这世间万物赐予你掌中。一条贱命，够了。好一个弑父求母，你便是谭叔最好的主人。原来这世界只是个画本子，因为林若初是主角，所以她才拥有一切，而我是恶毒女配，所以才有这么烂的人生。我不要做江离心，我要做林若初，我要拥有一切。祠堂着火那天，所有人都以为是舅舅想要拉表姐陪葬，母亲因为愧疚，让全府都称江宁心为大小姐，没想到竟然是她亲手弑父，而这一切都源于所谓的谭叔。江宁心的疯魔源于对成为主角的执念，可难道我拥有一切，出身、亲人，还有意中人，只是因为我是主角吗？我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都是因为我是主角。江叔，有趣，多久没出现过这种情节了？我便破例赐你做谭叔的新主。我才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为什么要分走我的母亲？凭什么分走我的母亲？我才是两炷香内把我教你的都用上，保准让他对你死心塌地。你连清白都没有，一个卑贱之躯，凭什么觉得李玄还会爱你、娶你？我帮你重生到3年前，抹掉这一切脏污。若你祈求，献上诚意，我便将这世间万物赐予你掌中。几句鬼话，也想让我臣服？都给我滚！贱人，小偷，强盗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这本书的力量，全部来源于你的贪念，你已经完全被它吞噬了。那又如何？你有本事杀了我！阿初，你杀不了，我们的命运已经被谭叔绑在一起。就算杀不了，我也有千百种办法可以让你生不如死，囚禁你一辈子，让你害不了人。阿初，母亲，母亲救我！阿初，你受伤了，母亲，都是母亲没有照顾好你。母亲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才是阿初。闭嘴！谁是你的母亲？都是念在你是兄长的遗孤，我可怜你爱你，可你却利用你的妖术，害得我和阿初母女分离。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带回家。假的就是假的，你永远都成为不了我。你们都在骗人，我才是林若初。他死了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少牧已得知前因后果，我与他并无半分情谊，剩下的好感度怎么办？你还在吗？土著女，好感度满了，攒足百数之气了，我可以获得自由了。
是说好攒足百数之气，我便能获得自由呢？为什么啊？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无论是什么莫测之力阻拦，我都会帮你。但是，你永远都不要像江宁心那样充满执念，否则你会失去一切。终于找回了你自己，而我再也不会忘记你了。小姐，我寻到了能救你的菩提珠串，但我越探究，越发觉这世间的奇怪。我的命是您救的，哪怕世间只剩我一人信你，我都一定会救小姐脱离苦海。3年前，桃园逃出去之后，曾经去找过二哥，从此二哥就经常失忆。现在，终于找到桃园留下来的线索。暗卫来报，说桃园逃往了北方荒蛮之地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逸轩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但你知道后，这世界可能会不复如初，你怕吗？就算这个世界下一刻就湮灭，我也不怕。3年前，爱上少木的人不是我，这一切都是由贪书控制的。我爱的人，从来都只有你。这3年，你得多难过，多委屈啊！但是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认不出你来了。林小姐，应你之约，我来坦白身份。所以，你也是如阿念那般穿书的人。数年前，我爱上了一个青楼女子，是她教会了我那些奇怪的诗句。可就在我俩相爱之时，她却突然暴毙。死前，我看到过名为《吃书》的天命书，于是我寻遍古籍，想寻一个答案。我发现，在上古起，这世上便有贪嗔痴3本书，以人的欲念为始。那看来，所谓系统就是这3本书：贪、嗔、痴。看来，我们得找齐这3本书，才能把像阿念这样的人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。不好了，北方传来军报，边疆动乱。谁能将军？3日后启程。当初我重获自由，也多亏了长公主帮忙。这次，换我为她做点什么。长公主殿下，边疆动乱，国家正值用人之际，我等女子愿尽绵薄之力，恳请朝廷准许女子自立女户，与我等同男子一般，为国效力。恳请朝廷恩准。你们的志向，本宫看见了，备教，入宫面圣。
宣皇上旨意，北方动乱纷起，命李玄与林家军速前往北方平乱。将军府林若初聪慧过人，武艺高强，特命为随行女官，辅助平乱事宜。钦此。这一路北上，山高水远，或许我们还会有一场苦战。无论是贪嗔痴三叔，还是系统之力，都不能动摇真正的人心。我们绝不允许他操纵众生。我们便试试，能否凿穿这系统，捅破这天。你是阿念？林若初，你好。我们果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吗？嗯。再见。再见。